这工厂为什么废弃了？以前厂子里存的都是氨块，后来意外失火了，导致这个氨气泄漏，把整个厂子都污染了。当时消防、警察全都来了，把厂子里的人和周边的居民都疏散了，事情闹得可大了。你们每天巡逻吗？这也不是每天吧，隔三差五转一转。所以不能排除有人私自进出的可能性。就这儿。把门打开。好。这废弃了这么久，里面应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吧？氨气呀，就这味儿，这门常年锁着，估计当年那味儿都没散干净了。这里面是什么地方？这里面应该是地下室，就放一些小液氨罐，就存原料的地方之类。这锁我没见过呀，能打开吗？我试试啊。不行，没开过这个，让我来。老婆，程队，这味道不像是氨气。
是尸体。立刻通知技术科和法医。是。在调查女大学生郭妍遇袭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宏达化工厂。在化工厂内，我们找到了6具尸体。根据法医生物痕迹的比对，我们确认了6名死者的身份。王梦晓，28岁，传媒公司前台，1周前失踪。我们在他的颞骨缘部发现了出血的情况，由此推断死因为溺亡，而且他的手腕跟脚腕处都有被捆绑的痕迹，应该是被人捆住了手脚，然后溺水身亡的。赵元庆，26岁，电子元件厂的职工，5个月前失踪。死因也是溺亡，但由于尸体的腐烂程度比较严重，具体的死亡时间还没判断出来。柳芳，33岁，不夜城 KTV 的老板娘，10个月前失踪。她的胸部有锐器造成的致命伤。李红，37岁，靠捡废品为生，1年前失踪。死因为外力窒息致死，推测是被人从背后用麻绳勒住了脖子。周国良，42岁，房产中介，1年半前失踪。死因是被外力窒息致死。我们在尸检的时候发现他的鼻腔有粉末，但具体的成分还需要技术详细成分的报告。最后1名死者冯小文，失踪的时候50岁，南沙市人，他是所有死者当中唯一的1名外地人，其职业是朝晖京剧团的京剧演员。1年半以前，其女儿向南沙市报失踪，报案的时候声称自己半年没有见到他了。根据尸检判断，冯小文是这6具尸体当中的第1名受害者，但由于时间太久，具体死因没有办法明确。不过我们在他的左小腿骨和左小臂处都发现了暴力性骨折的痕迹，右手4指脱臼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死者性别、年龄、职业都不同，社会关系也没有交集，这从哪儿查？程队，我们从头查。蒋峰，你去排查一下第1名死者冯小文生前的社会关系以及最后的行动轨迹。郭源案件的有关物证与化工厂存在关联，不排除是这起系列杀人案的延续。这条线也要同时侦查。各位，这个案子案情极其复杂，属于恶性特大系列杀人案。虽然侦查压力很大，但正是这种案子，才能体现我们克难攻坚的尖刀作用。干活吧。当年啊，南沙市派人来让我们协查，我们呢也找到了冯小文最后落脚的酒店。酒店老板啊给了我们一部手机，说冯小文2年前离开的时候啊，手机就放在房间里面充电，行李什么的呀也都在，
但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。那在手机里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吗？我们恢复了一些图片，发现冯小文啊来过北疆演出，就在宏大化工厂。程队，冯小文的女儿吴年军从南沙赶过来了。我妈是怎么死的？具体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中。她是不是被人害死的？你先别激动，她一定是被人害死的。她一定是被人害死的。关于你母亲的死因，你有什么线索吗？我妈来北疆，就是为了找葛雨天。是葛雨天把我妈害死的。葛雨天，干嘛你们啊？北疆分局刑侦大队的有一起案件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。谢谢。你之前在宏大化工厂工作过？对。厂子出事之前呢，我在那儿做监管员。那出事之后有再回去过吗？没有。火灾之后那片都被污染了，厂子也倒了，周边都荒了，就没有再回去过了。这个人认识吗？认识。但是他失踪了，到现在都没找着。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失踪的？大概是1年半以前吧。他女儿和警察来找我，那时候听说的。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半年没联系了。为什么不联系了？怎么说呢？他女儿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挺反感的，觉得我是骗子，要骗他妈。我为了不让他妈为难，我就主动断了联系。所以，你跟冯小文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干妈。我们查到，你曾经介绍冯小文买过保险。对，我那个时候在做兼职卖保险，他为了要照顾我的业绩吧，就填了我的名字。但是到最后，他是在我同事那儿买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在这份保单的受益人一栏，写的是你的名字。
这件事你知情吗？知道，他当时跟我提过这个事情，说是跟他女儿关系不好，两个人老是闹矛盾。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猜测啊，可能是因为赌气，就填了我的名字。但是当时我就拒绝了，后来他就失踪了，到现在都没改过来。金岛同志，到底是出什么事了呀？是我干妈有消息了吗？我们在宏达化工厂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冯小文的尸体。你们搞错了吧？他女儿说，你是为了骗保才杀了他的。冯小文买的是分红险，活得越久，钱越多。我骗他什么？我骗他什么？怎么样，问出什么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我仔细观察了下那几具尸体的摆放，各有形态，就好像有某种仪式感。所以我觉得冯小文的死是非常特别的。要不我跟他聊聊？行。我们还原了冯小文手机里的照片，不得不说，光是看这些照片，我就能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他舞台上的魅力。这一出贵妃醉酒，雍容中带着几分醉态的娇柔。这一出谢瑶环更绝，轻衣、小生、切换自如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出《霸王别姬》里的虞姬，真是淋漓尽致。她是你的干妈。那这一张，应该就是你干妈第一次到你们厂演出的时候吧？对，演的是孙尚香，真是顾盼神飞啊。那你们也是从这次之后开始认识的？能帮我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？冯小文的去世，我也很难过。我从来没有机会在现场亲眼感受过他表演的魅力。帮我弥补一下这个遗憾，就算是我对他的缅怀，可以吗？
那时他要来我们厂演出，同事们都抗议，说老板太抠门了。你请一个18线的偶像来也行啊，整一个唱京剧的，谁爱看？当时演出的时候，看的人并不多，当然了吧，也没人看得懂。其实我也看不懂。本来我想走的，但又感觉这样有些不尊重，就很纠结。就在我最后决定要离开的时候，结果他一个眼神儿就把我留下来了。台下就一个人，他居然能坚持把戏唱完了。我就特别感动。戏散场之后呢，我想去表示一下感谢，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。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京剧演员。我们俩的这个关系吧和地位差的太大了，我以为他根本不会搭理我，结果没想到他挺平易近人的。洪老师，你辛苦了，刚才唱的特别好听。哦，
是你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没吃东西吧？啊，我给你买了碗馄饨。这是给我的。对。谢谢谢谢，这样小弟，我自己来。我来，小心。还挺烫的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尝尝。好，好香啊！真饿着呢。这味道你熟悉吗？嗯。我去那个省院食堂打来的。哦，我说呢。我上网搜了一下，你之前不是有篇采访，在里面提到过这个。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，真有幸。不好意思啊，冯老师，我们都是打工的大老粗，也听不懂戏，你别介意啊。打工的看不懂，领导就能看得懂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说，再没有人看，这戏该唱也得唱下去啊。也许哪天就遇上个小知音呢。哎呦，哎，拿纸擦一下。没事。你今天值班吗？嗯，我是这儿的监管员。哦，我说呢，你叫葛雨天哈。哎，这个只是我这个兼职。没事儿。啊，人寿财产。哎，谢谢哈。确实，从他朋友圈的照片也能看得出来，他的演出环境也开始越来越简陋。对，这个戏曲的这个是越来越难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变化。他之前朋友圈发的这些照片，不管是从构图还是从光线，一看就是专业的剧照。可是，就是从去了你们场演出之后，他好像就开始对照片没那么讲究了。你看这张，这一看就是拿手机在观众席上拍的，因为舞台灯光的原因，照片都曝光过度了。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些照片的信息，发现拍摄这张照片的手机和你现在用的手机型号相吻合了。虽然说拍的不专业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只有你才可以拍出冯小文真正的美。对，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。所以在那之后，你就成了他的铁杆心意。从那之后啊，我对戏曲就越来越痴迷。他的每一场演出我都没有落下，就跟追星一样。追星。追星。那看来你还知道他的另一面了。这张，他卸了妆，笑得跟个小姑娘似的。
这村里搞社戏就是热闹啊。这门口一摊摊的都是好吃的，把我那几个徒弟馋的呀。你明天还唱吗？你还来吗？来呀，一唱我就来啊。保定村可是好远的。没事儿，我借了厂里的车来的。好啊。真想好好的给你唱一出呢。这村子里的台子太小了，如果要大一点，我今天的第二幕上台其实是应该这样。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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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蹭。神经病啊！大半夜的装神弄鬼，你没事吧？神经病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给我打呀！谢谢。洪老师啊，啊，你今天不是值班吗？这给你，这叫月季，也叫月玉红。你3、4天浇一次水，养得好的话，每个月都会开花的。给。收了。走了啊。走吧。谢谢啊。你送的月月红是这张吗？对，每次演出完我都会送一束。月月红的花语是等待希望，那你在等待什么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懂？那我来告诉你，你在等待什么？你在等待他上钩。亏你还把自己说的这么深情款款。但事实是，你和那些为了欺骗老年人买3无产品而上门嘘寒问暖的骗子是一样的。你无非是把冯小文当成一个冤大头，在骗他的钱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怎么不是？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50岁不到，有太多险种可以买了，保费又高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不是骗子。这么大的一笔生意，当然值得你全情投入了，甚至不惜叫一句干妈。把腿闭上！你跟他们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这样的人杀了他。是你们的偏见把他逼死的，是你们把我们逼死的。我们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不分你我的？
这是第1名受害者冯小文的位置。我记得你开会的时候说他的死因还没有确认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只发现了他左小腿骨和左小臂有骨折，右手4指脱臼。你看，这有大量冯小文的陈旧血迹，我判断这是他死亡时的原始位置。替我拿一下。左小腿骨和左小臂骨折，右手4指脱臼。这儿有明显的陈旧性血迹和划痕。冯小文有可能是从这里爬过去的。帮我个忙，假设你被困在这里，然后你发现了这个逃生梯，你想通过这个梯子爬到窗户逃出去。这太滑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明白了，冯小文的身形跟我差不多，他左侧的骨折，应该刚刚跟我的情况一样。他是想去扶那个把手往上爬，然后意外摔下来造成的。所以当年的真实情况，应该是冯小文由于某种原因被困在这儿，试图逃生失败，最终被困死在这里。所以他和其他死者不一样，他可能不是被谋杀的，而是被活活饿死。这得多痛苦啊！即便冯小文不是被人谋杀，但他的死也要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被困死在这里。